上集中，我们提到 NRAW 有不少谜团难以解开，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同一个光圈快门拍摄条件下的 NRAW 原始数据，它是以何种方式分别存储到色调模式 SDR 或者是 NLOG 的 RAW 文件之中，两者有怎样的关联？网上有个著名的论断，就是 NLOG ISO 800的数据就等同于 SDR 的 ISO 100的数据。这个论断成立吗？用 C8 和 C9 的视频 RAW 拍摄时，设定色调模式 SDR 可以比 NLOG 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你不觉得意外吗？这里依然先声明一下，本视频中 NLOG 或 NLOG 模式只待拍摄 NRAW 文件格式的 NLOG 色调模式，请务必与 NLOG 格式视频或者是非 RAW 文件格式中的 NLOG 色调模式予以区别。同样 SDR 或 SDR 模式只待 NRAW 文件格式中 SDR 色调模式。上集中我们整理了色调模式、转换函数曲线、曝光值的由来、ISO 的定义以及动态范围与曝光宽容度等相关知识点，以便我们在这集以及下集中更好地说明实验数据以及大家关心的问题。这里先让我们简要回顾总结一下之前视频的内容。一、色调模式是色调变换或者说色彩的灰阶映射，简称色阶映射方式的选择项目。二、色阶映射主要是通过转换函数曲线俗称 gamma 来实现的，目的是为了节省传输带宽或存储容量。色阶映射还包括色域的变换，它是通过矩阵运算来实现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不同色域标准的显示器。NLOG 比 SDR 具有更宽广的色域。三、曝光值 EV 是衡量某种光线条件下曝光量参数指标的量值，它通过引入调节参数，统一了快门速度、光圈和感光度之间的关联。根据定义，相机的曝光值只取决于快门速度和光圈，没有别的道理。由此计算得出的 EV 具体数值，在确定的 ISO 下作为基准，可以表示当前的曝光明亮程度。EV 作为单位，也叫 stop 或档位，表示快门速度、光圈和感光度的参数调整造成的曝光变化。那是因为与曝光相关的这些参数通过调整可以用统一的单位来表示。曝光、曝光值和曝光量是三个不同含义的概念。四、尼康定义感光灵敏度 ISO 为推荐曝光指数，它表示了当前快门速度的参数 TV 加上光圈的参数 AV 的组合选择与相机测光值 BV 之间的曝光值的差距。ISO 的调整是通过对入射光亮度信息进行缩放来实现的。缩放既可以是通过经传感器光电转换后采用物理的模拟电压放大器进行，也可以是在 AD 转换后的原始线性数据上通过虚拟的数字增益来实现。被记录的图像灰度值相对于基准图像灰度值的放大倍数，也就是增益。可以用2的 n 次幂来表示，就相当于曝光值增加的档数。当采用物理的模拟放大器时，被放大的信息也作为原始线性数据被记录到 RAW 文件中。而采用虚拟的数字增益时，放大倍数不直接反映到原始线性数据中，顶多是外加一个原数据的标签信息作为描述数据的数据 metadata 留在 RAW 的文件头部中。要证明 NLOG 其实 ISO 800的数据就等同于 SDR 的 ISO 100的数据，那么我们就要设法查看同样曝光条件下的 RAW 数据了。迄今为止，一般用户依旧无法直接读出解拜尔之前的 NRAW 文件的原始数据。但是今年5月 RED 推出的正式版 R3D SDK V9 中提供了一个函数，可以读出 NRAW 解拜尔之后的带有传感器原始色域的线性数据。虽然是经过暗角和黑场偏置处理之后的数据，但因为没有经过色域转换和非线性编码的损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出 NRAW 的相关信息。此外，尼康第3代相机还提供 ProRes RAW 的原始数据格式。ProRes RAW 同样也有 NLOG 和 SDR 模式，设置环境和条件与 NRAW 拍摄时也完全一样。假设 ProRes RAW 和 NRAW 用的是同样思路的话，查看 ProRes RAW 的原始数据也就等同 NRAW 的原始数据。这一点，我们可以用 RED 的 SDK 提供的线性数据来加以交叉验证。我们也注意到，有些人会提到什么是真 RAW， 什么是假 RAW。严格来说 ，AD 变换后直接出来的数据，也就是未经压缩损失的 RAW 是真 RAW，
但是目前以这种方式记录视频文件，尤其是内录，几乎不太可能。我们一般认可把经过压缩和解码之后，在视觉上等同于 AD 变换后线性数据的文件叫做 RAW， 而经过去噪声或是颜色空间转换后的文件是不可逆的，显然不会称为 RAW 文件。为了理解去马赛克之前的 RAW 数据受滤膜的影响，我这里故意重组了 RAW 数据，用红绿蓝相间的图样来形象地表示芯片上的原色滤膜。实际上的解拜尔之前的数据图像应该是单通道的黑白图像，而解拜尔之后变成了 RGB 三色通道的数据未经处理的图像偏绿，那是因为绿色滤膜透过率高，相对应的像素明亮，红蓝膜透过率低，相对应的像素偏暗。我们采用的是画面中的一行，而不是整个画面的波形图来显示图像数据。如果奇数行中的像素是蓝绿相间的话，偶数行就必定是绿红相间的。每一行中抽出奇数列为绿的话，偶数列就必定是蓝或者是红。通过这样的规则，我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拜尔，只是图像分辨率减半。因为图像尺寸不影响我们实验的结果，因此本片均采用这个方法处理 RAW 数据。此外，为了统一画面尺寸，我们在视频实验中大多采用各种视频格式都拥有的 4.1K 进行拍摄。首先，我们看一下相片，也就是静止图像 14bit RAW 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SDR 模式下，随着进光量的增加，灰度数据向上偏移。同样，随着 ISO 的增加，灰度数据也向上偏移。换句话说，在 SDR 静止图像中，增益直接反映到 RAW 数据中。另外，风格设置不同 ，RAW 数据基本一致。接下来，我们来查看视频 ProRes RAW 的原始数据。我们先使用 RAWConvert 软件将 ProRes RAW 文件转换成 CinemaDNG 文件，然后使用静止图像 RAW 数据的类似读出方法获取 CinemaDNG 的 RAW 数据。经过转换后，虽然我们读出的是16bit 的数据，但 ProRes RAW 与 NRAW 一样，本身只有12比特分辨率。因此，视频 RAW 文件不是静态相片 RAW 文件在时间上的堆积。由于传感器输出带宽的限制，视频与相片 RAW 的位深是不一样的。让我们看一下视频 ProRes RAW 的 SDR 模式下，随着 ISO 的增加，灰度数据是否也像静止相片 RAW 数据一样向上偏移。果然，在视频 ProRes RAW 中 SDR 模式下，的确增益也直接反映到视频 RAW 数据中。接着，我们在 ProRes RAW 视频中 Unlock 的模式下，同样拍一组数据，看到随着 ISO 增加，灰度值以相同趋势向上偏移。对比 SDR 和 Unlock 这两者的数据，我们发现它们有一定的关联。从 CinemaDNG 的 RAW 文件的像素灰度的数值来说， Unlock 的 ISO 800对应 SDR ISO 100的数据，在两种模式对应的一组特定的灰度平均值下的灰板数据中，我们发现它们的均方差值也非常接近。将 Unlock 的 ISO 800与 SDR 的 ISO 100两个相片 RAW 文件的每个像素分别做代数绝对值差分。我们看到，除了由于外接显示器的画面残留图像之外，包括显示器外框、测光仪、人偶、过曝、LED 灯珠和色板都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 ProRes RAW 的拍摄中，两种状态大概率是发生在相同电路和相同参数设置中的。另外，这里可以看到 SDR ISO 64的数据与 Unlock ISO 800的数据并不匹配。由此，也许你会萌生一个念头，在同样曝光条件下进行静止相片拍摄 ，SDR 与 HLG 模式的相关原生 ISO 的数据是否也有可能是相同的呢？我们也顺带做了个实验。将 HLG 的 ISO 400与 SDR 的 ISO 100两个相片 RAW 文件的每个像素分别也做代数绝对值差分。我们同样看到，除了由于外接显示器的画面残留图像之外，其他的物件也都已经不见了。毫无疑问，对静止画面，也就是相片拍摄 HLG 的 ISO 400与 SDR 的 ISO 100的数据出处一样。下面轮到对视频 NRAW 的验证了。我们用 RED R3D SDK 直接读出 NRAW 文件，在读取程序中设置传感器原始色域和未编码的线性数据的条件，很容易得到解拜尔且经过暗角和黑场偏置处理之后的数据。由于是静态场景，必要时
我们可以用多帧画面的叠加取平均来减少随机噪声，同时通过光照均匀的灰板平均值修正光线的扰动误差。对于同样拍摄环境条件下，我们试图获得2种色调模式、不同 ISO 的原始设定下的数据，以及将 ISO 固定在 RAID 的缺省值800上的数据。从 NRAW 的解码线性数据中，我们不能像在 ProRes RAW 中那样通过像素灰度绝对值来确定 Nlog 的 ISO 800对应 SDR ISO 100的数据，因为 RAID 在解码时已经将增益信息反映到解码后的线性数据上了。我们在上集中演示过，将相同曝光而不同的 ISO 通过数据放大和缩小计算，最终固定在某个相同的 ISO 数值时，没有过曝的前提下，这些数据是极其相似的。但如果把着眼点放在接近或超过过曝的蓝色 LED 灯珠上，我们马上就能分辨出数据的差别。我们可以用一个接近过曝的场景验证 Nlog 的 ISO 800只对应 SDR ISO 100的数据，因为 SDR ISO 200的数据过曝后无法复原到 ISO 100的数据。ISO 64的数据的数值也与 ISO 100的数据不同。由此，我们是否可以立马断定 Nlog 的 ISO 800就是 SDR ISO 100的数据呢？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接下来，让我们探讨微弱曝光情况下的怪异现象。在相同的光圈与快门速度的条件下， Nlog ISO 800与 SDR ISO 100的暗场拍摄时，两者解码后的线性数据显示色彩有明显的偏差的问题。无论是达芬奇还是 Redsine X Pro 软件都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然而，在 ProRes RAW 视频中，这个问题不严重。仔细研究 NRAW 的解码后的线性数据 Nlog 和 SDR 暗场偏置 Bias 的数据处理是不一致的。尝试用 ProRes RAW 数据去模拟这个现象，就可发现，将 ProRes RAW 的 Nlog 原始数据的偏置值设置不同，解码后得色彩偏差就会出现。尽管我们不清楚尼康是否为了降低 Nlog 的暗光噪声故意为之，还是在哪个环节将偏置问题没搞清楚。总之 ，NRAW 的2种模式设置下出现的暗场色彩有明显差异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尼康在解码时有意或无意地对 Nlog 和 SDR 的底光偏置处理不一致的缘故。这种操作的结果导致了 Nlog 的噪声水平比它应有的要低，但同时造成了偏色的结果。这个现象的发生并不影响 Nlog ISO 800和 SDR ISO 100的原始线性数据等效的说法。综上所述，从 ProRes RAW 和 NRAW 的数据比对，只要进光量一样 ，Nlog ISO 800与 SDR ISO 100是同一个数据来源，这个结论的成立是大概率事件。同一个相机在相对应的 ISO 设定下 ，Nlog 与 SDR 变换曲线的不同，原始数据是一致的。也并不因为 ProRes RAW 还是 NRAW 的编码方式的不同 ，RAW 视频拍摄的结果会有多大出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便尼康用 RAID R3D 的编码方式和 Log 3句时的变换曲线，对由 CMOS 传感器等硬件所决定的原始数据也不会产生根本影响。所谓的用 NRAW 的 Nlog 拍摄会有蓝色溢出，到了 R3D 的 Log 3句时就什么事都没有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言归正传，尼康这里所用的 ISO 定义应该是广义的曝光指数概念。也就是说 ，SDR 模式下 ，ISO 是传统的硬件的增益，在曝光恰当的前提下 ，ISO 从数值上来说是由测光量和相机进光量所决定的。而 Nlog 模式下的 ISO 是在传统的硬件或称为模拟的增益基础上，再叠加一个固定3档的虚拟数字增益。需要指出的是 ，Nlog 最低 ISO 和 SDR 最低 ISO 不一样，不仅是因为在 C8 和 C9 中 SDR 的最低 ISO 64没有被用作 Nlog 的原始数据，而且还是因为厂家在 SDR 的 ISO 100原始线性数据的基础上人为的乘上一个8，这就变成了 Nlog 的起始 ISO， 也就是基础 ISO 800了。Nlog 模式下的图像灰度数值的放大看上去更亮，不是因为有了映射曲线才变大变亮了，而是先在线性数据的数值上简单的乘以一个8的倍数，放大数值了以后，再做一次非线性映射，压缩到量化灰阶较低的8到10比特韦深空间，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灰片。灰片是加3档以后的线性数据经过 log 变换以后的非线性数据，
看上去它要比灰度值放大了的线性数据要暗一些。如果打开了监看辅助或者说色彩显示辅助设置，那就是通过机内 LUT， 相当于再做一次反向非线性映射，就变成了我们在锁定的色域中看到的比较自然的显示图像了。其中 LUT 虽然是提高灰片亮度的主要力量不假，但它顶多也只是把灰片变换前压下来的亮度恢复而已。亮度提高的主要功臣是那个8倍3档的虚拟增益。刚才说的这个倍数8乘上 SDR 模式下原生 ISO 的数值，就是 Nlog 的对应 ISO 值了。或许大家会好奇，为什么 Z8、Z9 中 Nlog ISO 800不是和 SDR 基础 ISO 64相同，而是和基础以上第2档的原生 ISO 100一致？这里给出个人见解，不一定与设计者原意吻合，仅供参考。首先 ，ISO 100到 ISO 200、ISO 400和 ISO 800分别对应了增加1、2、3档的曝光值，在固件的实际灰度线性数据的运算中，相当于2倍、4倍和8倍的乘算。学过汇编程序或做过单片机的小伙伴们，马上就会理解，这样用变量的位左移操作，可以简单快速地进行乘法运算。其次，尼康其他中低档相机的 SDR 模式下基础 ISO 一般均为100，便于统一设计 log 曲线。第三，牵涉到在相同的进光量前提下 ，SDR 的 ISO 64与 Nlog 的 ISO 800的噪声哪一个小这个问题。从 Photons to Photos 的输入参考噪声测试数据中可以看出 ，SDR 基础 ISO 64的噪声比第2档的原生 ISO 100的噪声要略微大那么一点点。所谓输入参考噪声 （Input Referred Noise） 是指在测量或分析系统中，把所有噪声源等效换算到输入端时的噪声水平，去掉了增益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实验数据中得到佐证。从原始数据来看， SDR 的 ISO 64比 Nlog 的 ISO 800的噪声稍微大一些，但即便是差不多，经过3档多的数字放大后，噪声会相对3档的数字放大更明显一些。而 ISO 64的作用是引导用户增加曝光量来改善相质或者说是画质，所以 Nlog 的 ISO 800不是和 SDR 基础 ISO 64相同，原因之一有可能出自输入参考噪声的考量。需要提醒的是，从噪声绝对值来说，未被数字放大的 SDR 基础 ISO 64状态的输出噪声一定是比 Nlog 的 ISO 800状态时输出噪声要低很多。另一方面，如果对 ISO 64的噪声放大并不太介意的话，使用更大虚拟倍率有助于实现更大动态范围的 log 曲线。假定我们对数字去噪声有足够信心，并且 RED 的 NRAW 解码方式在达芬奇软件中开始运用的话，我们可以断言，选择 SDR 的 ISO 64的盲拍会比现在的 Nlog 模式拍摄具有更大的动态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用 RED 广色域 RWG 和坡度更小的 Log 3G 时去还原在 SDR 的 ISO 64盲拍的 NRAW 文件，你等于是用上了 Nlog 2了。重复说一遍，对于尼康高端机 C8 和 C9 用 NRAW 格式拍摄时，色调模式选 SDR 要比 Nlog 具有更大的动态范围。当然，对于非 RAW 格式，这句话不成立。你有想过这个结论吗？意外吗？其实一点也不意外，因为 SDR 的 ISO 64比 ISO 100的动态范围要大。当你认可 Nlog ISO 800的原始数据就等同于 SDR 的 ISO 100时，这个结论就不奇怪。而 Nlog 不仅没有对应 ISO 64的设置， Nlog 的最高 ISO 25600也只对应到 SDR 的 ISO 3200。NRAW 的 SDR 模式绝非喜欢 log 摄影的小伙伴们想象的那么没用。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真的会在乎这么一点点的动态范围增加吗？看一看同样进光量大 ISO 64满档、ISO 100稍微过曝以及进光量少2/3档的 ISO 100满档的拍摄结果图像，请在评论栏里告诉我你的观点。又有一个疑问了，Nlog 起始 ISO 为什么是800而不是500或1600呢？显然虚拟增益相差越大，可对应的动态范围也越大。如果能用800，当然就不会用500。这里仍旧声明，作为个人见解，尼康相机的固件可能是采用16倍整数存储数据和作为变量进行运算的。
对于 AD 变换得到的12bit 的视频数据，如果固件中用于计算的 RGB 数据变量为16bit 整数的话，对于 Analog 模式来说，总体最多也就允许额外的8倍或16倍，也就是多加3到4档的数据存放能力。但考虑到拜尔编码的绿色数据亮度是蓝色2倍左右，也就是说，解码后蓝色数据运算有可能要多占1比特。如果采用16倍整数变量运算的话，最多也只有3档的余量用来放大原始数据，否则就会在运算中溢出16bit。而如果是16bit只用来存储，并采用单精度浮点运算，不考虑噪声影响的话，理论上虚拟增益可以放大到4档。这个推测可以解释为什么静态相片只有 SDR 和 HLG 2种模式，而 HLG 模式的起始 ISO 为400。因为相片 RAW 文件的灰阶分辨率是14比特，所以离16比特只有4倍放大的余量，也就是只能用2档的虚拟增益。前面的实验数据已经证明 HLG 模式的起始 ISO 400的原始数据就是 SDR 的 ISO 100的原始数据。另外，实验还表明，即便 C8 这样的顶级相机，假设在高光没有被剪切的场景，正负3档的曝光误差一般都可以被拉回来，恢复原样。但是如果对以负4档拍摄的内容应用加4档去校正，有时候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大量噪点，并且色彩平衡也会开始变坏，加5档时就非常明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微弱光线环境下拍摄时 Analog 起始 ISO 1600也是不太适合的。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实验和结论就此打住。下集我们会就网友们关心的话题进行讨论，预计会涉及以下10个议题：一、从 RAW 原始数据如何理解原生 Native ISO 和扩展 Expanded ISO， 基础 ISO 和基准 ISO 是同一概念吗？二、NRAW 视频中 SDR 和 Analog 模式相当于一对 Cine-EI 的功能吗？三、用 Analog 起始 ISO 800，如果画面中发生了过曝，换成 SDR 模式低 ISO 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避免过曝呢？使用 Analog 向下扩展 ISO 情况会怎样呢？四、光圈快门 ISO 这3个曝光参数数值相同的设定下， Analog 和 SDR 的结果会一样吗？五、既然有了 NRAW 的 SDR 模式，为什么还要用 Analog 模式？数据变回来变回去，有意思吗？ NRAW 实际拍摄时 Analog 和 SDR 用哪一个模式好？六、尼康相机中已知 SDR 的 ISO 64具有最高动态范围，为什么尼康还说 Analog 模式支持更宽的动态范围？七、有人认为在高亮度环境下应选用较高 ISO 并减少 CMOS 进光量，而在低亮度环境中则建议采用较低 ISO 结合较多进光量以减少噪音。这种说法对吗？放在 NRAW 中应该如何考虑？八、M 手动挡下 ISO 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它能算是推荐曝光指数的那个诠释的 ISO 吗？九、当前 Nlog 2编码 H265 方式压缩的视频文件格式是否有必要？十、对于同样型号的 CMOS 传感器读出来的12比特线性原始数据，在宽容度以及色域空间方面，而 3D 比 NRAW 要好吗？欢迎下集继续收看。您的点赞、评论、转发和加关注会有助于本节目的传播，也将激励我以后此类视频的创作。这里先谢谢您的慷慨协作。